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富山海诚毅遭炮轰，活该，做派太难看，人为什么越诉苦越没人疼？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谁过得惨，发个朋友圈哭诉一下，点赞的人越来越少，评论区甚至开始冷嘲热讽，好像这个社会正在对苦难脱敏。我们曾为富山海里的萧秋水揪心，他被废武功，手筋脚筋寸断，每一集都在痛哭、吐血、哀求，镜头一遍遍放大他的狼狈与无助。起初，观众心疼，这孩子太惨了。可10集过去，弹幕开始刷屏，又来了，他又哭了，能不能别再演苦情戏了？直到第20集，他决定重振旗鼓，角色才真正立住，剧才算真正有了看头。这不是演技的问题，也不是观众冷漠，而是人性的真相。同情是有保质期的。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共情疲劳。当一个人持续暴露在他人的情绪痛苦中，大脑会自动启动保护机制，关闭情感通道。就像《再见爱人》里的麦琳，初登场时她的脆弱引发共鸣，可随着情绪宣泄不断升级，伴侣麻木，观众反胃。她不是不值得被理解，而是把诉苦变成了唯一的沟通方式，最终耗尽了所有人的耐心。这背后藏着一个更残酷的逻辑，反复展示伤痕，不是在寻求帮助，而是在进行情绪勒索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是这一现象最早的写照。她逢人就说我真傻，真的，讲安毛被狼叼走，讲婆婆如何逼她改嫁。一开始听者落泪，后来全镇人都能背出她的台词，只觉得烦厌头痛。连最慈悲的老太太眼里也不再有泪。她的悲剧在于把痛苦当成身份标签，结果不仅没换来救赎，反而被群体驱逐。今天的互联网放大了这种效应。赵露思的躯体化抑郁风波，某主播直播崩溃跳河，每一次公开卖惨都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情绪表演。大众从最初的共情迅速滑向怀疑、审视，最后变成集体围猎。不是我们变冷血，而是被训练得越来越警惕。谁在用苦难博流量？谁在借眼泪换利益？更危险的是，过度倾诉可能让你成为猎物。那些真正想帮你的人，不需要你重复5次10次，而盯着你伤口的人，正等着看清你的软肋，然后狠狠捅下去。我曾经也有个朋友，工作不顺，感情破裂，半年内换了7、8份工作，每次聚会必聊老板压榨同事，陷害命运不公。最开始我们都安慰他，可后来只要他开口，话题就沉了。不是我们无情，而是他的故事里没有解决，只有重复。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行走的受害者剧本，谁靠近都感到窒息。所以真正的成熟是学会管理自己的苦难，允许自己崩溃，但别让它成为日常。可以找信任的人倾诉一次，但别把它当成社交货币。眼泪有价值，但只在关键时刻才该流。就像萧秋水，只有当他停止哭泣，开始练功、布局、反击，观众才愿意为他鼓掌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，同情心更是奢侈品。你越是展示脆弱，越容易被消耗，而当你默默爬起，咬牙前行，世界反而会为你让路。下次你想发那条我撑不住了的朋友圈前，先问自己，我是想解决问题，还是只想被人看见？因为真正的强者从不把伤疤挂在嘴上，他们只在登顶后轻描淡写地说一句，原来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富山海诚毅遭炮轰，活该，做派太难看。从萧秋水到现实人生，诉苦的边界与人性的真相，诚毅与富山海，从同情到反感的转折。
赴山海开播后，程毅饰演的萧秋水在前期几乎陷入受难模式，武功被废，手筋脚筋尽断，每一集都在吐血、哭喊、哀求的循环里打转。最初观众替他揪心，弹幕里全是太惨了，心疼死我了。然而十几集之后，氛围陡然反转，怎么又在哭？演苦情戏能不能适可而止？直到第20集，萧秋水终于收起眼泪，重新修炼，筹谋复仇，角色才真正站稳，观众才愿意为他的坚韧鼓掌。这背后折射的不是演员演技问题，而是人性规律，同情心有保质期。一旦苦难成为角色或个人的唯一标签，观众会从共情走向麻木，甚至产生厌烦。共情疲劳，人类情感的自我保护。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共情疲劳。当人长期暴露在他人痛苦里，大脑会自动断电，关闭情绪通道，以免自己被耗尽。就像《再见爱人》里的麦琳，初登场时因脆弱博得观众同情，但当他不断哭诉，放大痛苦时，伴侣麻木，观众反胃。他不是不值得理解，而是把诉苦变成了唯一沟通方式，最终把所有人推远。程毅的萧秋水同样如此，持续的流泪、吐血，虽真实，却让观众逐渐产生情绪隔阂。我们不是冷血，而是潜意识在保护自己不被情绪绑架。祥林嫂的悲剧，当诉苦成为身份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是这种现象的极致写照。她逢人就诉说阿毛被狼叼走，婆婆如何逼她改嫁。最初听者动容，后来全镇人知觉厌烦，连最慈悲的老妇人也冷漠转身。祥林嫂的痛苦真实，却因反复诉苦变成身份标签。她不是在寻求帮助，而是在通过不断讲述来确认自我存在。最终，她的悲剧不仅来自命运，更来自群体的排斥。这与赴山海中的萧秋水和现实生活中无休止诉苦的人何其相似。互联网放大的卖惨循环，在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，这种现象被无限放大。某明星抑郁体质自述，最初博得心疼，后来被群嘲作秀。某主播直播中崩溃大哭，一度登上热搜，舆论却很快从共情转向怀疑，这是情绪表演吧？互联网用户被训练得越来越警惕，谁是真实诉苦？谁在用苦难换流量？一次、两次的痛哭可以触动人心，但若成为日常，观众便会冷漠甚至敌视。因为在流量时代，眼泪太容易被消费，过度展示脆弱，反而让自己沦为猎物。现实案例：走不出的受害者剧本。我有个朋友，工作不顺，感情失意，半年内换了7、8份工作。每次见面，他的主题只有老板坏、同事黑、命运不公。起初我们安慰他，帮他出主意，可后来只要他开口，空气瞬间凝固。不是我们无情，而是他的故事里没有行动，只有重复。他像一个行走的受害者剧本，谁靠近都感到窒息。人们可以同情1次、2次，但不会无限期充当情绪垃圾桶。这就是人性的底线。诉苦与情绪勒索，一线之隔。为什么同情会转为厌烦？因为当诉苦成为习惯，它会被解读为情绪勒索。你要安慰我，否则就是冷漠；你要一直陪伴我，否则就是不在乎。这种潜在的道德绑架，让旁人觉得喘不过气。于是人们宁愿远离，也不愿被困在无休止的负能量里。程毅在剧中连续哭惨，观众的反感正源于此，角色没有行动，只在情绪里打转。久而久之，观众产生逆反心理，别再用眼泪要挟我们的同情。真正的强大，管理苦难，而非炫耀伤疤。诉苦不是错，人生的确需要出口，眼泪有价值。但关键在于度与方式，可以允许自己崩溃，
但别让它成为日常。可以找信任的人倾诉一次，但不要在所有社交场合重复。可以流泪，但要留在关键时刻。就像富山海里的萧秋水，只有当他收起眼泪，开始练功、筹谋、反击，观众才真正鼓掌。真正的强者，并非从不流泪，而是懂得何时转身，把泪水化为行动。在注意力稀缺时代，选择做沉默的攀登者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注意力极度稀缺的时代，流量是金钱，同情更是奢侈品。你越频繁展示脆弱，越容易被耗尽，而当你默默爬起，咬牙前行，世界反而会为你让路。下次，当你想发那条我撑不住了的朋友圈时，不妨先问自己：我是真的想解决问题，还是只是想被看见？答案会决定你是否能走出祥林嫂式的悲剧。真正的成熟，不是永远不崩溃，而是学会管理自己的苦难，不给别人情绪勒索的机会。轻舟已过万重山。鲁迅说过，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但若一个人把悲剧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，那悲剧就会不断复制自己。诚意的萧秋水在富山海中给我们一个提醒：观众并不排斥痛苦，而是厌倦无止境的痛苦叙事。只有当他停止卖惨，重新站起来，剧情才真正有了力量。生活亦如此。真正的强者，不是天天炫耀伤疤，而是登顶之后轻描淡写地说一句：原来轻舟已过万重山。